Hello， 大家好。在去年的2022年的12月底啊，江秋莲呢起诉刘暖曦，就是改名之前的刘鑫啊，这个案件呢终于宣判了。那最终的结果呢就是维持原判。那这样呢，刘鑫呢就是还是需要支付江歌妈妈70万元的赔偿。那这个结果呢，也让整个全网的网民啊大快人心。那等我们冷静之后呢，很多人就会提问了，那这70万呢，江歌的妈妈是否真的能够拿到手呢？从我自己来讲呢，我认为是很难的。那为什么呢？那这个呢就要从6年之前，当时就是轰动全国的江歌案说起了。那事情呢发生在2016年的年底啊，江歌呢和刘鑫呢这两个女孩呢是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女留学生，两个人的关系呢非常的好。那江歌呢在日本呢就自己租了一个公寓，那刘鑫呢和男友呢陈世峰，让两个人就同居了。但是呢同居不久，刘鑫呢就觉得不合适，于是两人就提出了分手。但陈世峰呢不同意，所以呢就一直纠缠并且威胁刘鑫。那为了逃避男友的纠缠呢和报复，刘鑫呢就找到了好友江歌寻求帮助，于是呢就搬到了江歌的公寓那里一起住了两个人。江歌呢建议刘鑫去报警，但是呢刘鑫却不同意。那因为呢他住在江歌家呢是需要备案的，但是他没有备案，因为这种情况没有备案的话呢，在日本的法律呢是会进行处罚的，所以呢刘鑫呢就拒绝报警。直到呢2016年11月3号的晚上，陈世峰呢继续电话威胁和骚扰刘鑫，并且呢持刀去找刘鑫了。他呢是想当面的去见刘鑫，去两个人沟通解决，并且呢有可能会用这种极端的方式，看能不能挽回这段恋情。那刘鑫得知之后呢就非常害怕，他不敢回家，他呢就打电话给江歌呢，让他到车站去接他。于是江歌呢就到车站把他接回家了。在两个人抵达公寓之后呢，就发现陈世峰已经在公寓楼下等待了。那这时候呢，三个人呢发生了争执。刘鑫呢因为害怕，就先上楼进屋，屋外呢就剩下了江歌和陈世峰两个人去辩论了。那并且呢，江歌还阻拦陈世峰进屋去找刘鑫。那在这种情况下，陈世峰就情绪失控，拿刀直接袭击了江歌。那此时呢，刘鑫还有同住的邻居就听到了在外面呼喊喊叫的江歌了。那刘鑫这个时候就非常害怕，可能发生了很可怕的事情，就反锁门。江歌呢拍门求救，无法进入屋里。最终呢，江歌呢脖子被捅11刀，当场死亡。事后呢，日本的警方赶到现场呢，发现陈世峰早已逃跑。之后呢，陈世峰被抓获，日本警方呢以杀人罪起诉。受害人的母亲呢，江歌的妈妈江秋莲呢，得知此事以后就来到了日本。在日本的法律啊，陈世峰的这种情况是不能判处死刑的。于是呢，江歌的妈妈江秋莲呢就发起了征集判决陈世峰死刑的签名活动。那此事呢就全国轰动了，包括日本当时好多网民也非常关注这个事情，大家都在积极的讨论和关注。当年呢，王志安局面的节目也采访报道了此事。那经1年时间在日本警方的调查，包括法院的审理之后，2017年12月，日方最终宣判陈世峰杀人罪成立，判处20年的有期徒刑，并且在日本服刑。之后呢，刘鑫因为此事呢就中断学业回国了。那这个事情到此为止，我个人认为，他从案件本身来讲的话，它是一个非常正常或者普通的刑事案件。虽然呢，网络上之前一直在攻击刘鑫啊，因为刘鑫的原因啊，导致这样的灾难，反锁门啊，导致等等的原因，他受到了很多的攻击。但是从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认为还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一个人处在当时这种危机的情况的话，有可能做出自己可能不是特别理智、特别理性的做法，这个是非常理解的。尤其她是当时是一个小女孩。但是呢，让人愤怒的是呢，从那个时候才刚刚开始。江歌呢是一个单亲家庭，他和妈妈呢相依为命。江歌去世之后呢，江歌的妈妈就深受打击。但是呢，当时呢刘鑫啊，从事发之后1年多就一直没有露面，而且呢有意去躲避这个事。那这一下呢，整个这件事情的案件的矛盾呢，就转移到江妈和刘鑫的身上了。那江妈呢就认为江歌呢是因刘鑫而死，刘鑫呢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且呢事后呢刘鑫呢是故意回避的。江妈呢就认为刘鑫是一种非常心虚的表现。那而刘鑫呢认为呢，从法律上啊，江歌呢不是他害死的，他呢完全没有责任，所以呢江妈呢只是不择手段，就是想跟刘鑫要钱。之后呢，全网的网民呢，大多数呢还是支持江妈的，并且呢集体声讨刘鑫。我不确定这个词用的准不准确，但基本上也是可以认为是万人唾骂，包括他的全家也被全网网爆了。那刘鑫的父母呢，在事发1年之后才主动打给江妈的第一通电话，
而这一通电话呢，反而还是质问。他们说到，你的女儿命短死了，你就来折腾我们，对我们家的网暴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就要找律师起诉你。包括他们还说到了，刘鑫呢在日本出庭作证，是帮你们抓到了真凶，你还恩将仇报。这个电话录音呢之后被放出来了。那之后呢，刘鑫的全家呢更成为了全网唾弃的焦点，而刘鑫呢却因此事呢反而还吸粉了30多万，同时呢也拥有了一批他的支持者，并且多次呢获得了大额的打赏。之后呢，刘鑫改名为刘暖熙。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的是非观现在都是成问题了。很多网上都说嘛，就觉得主要他的人品有问题啊，恩将仇报呀等等的，非常的冷漠，包括他的家人。所以呢，两家呢，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没有，我就是听到这儿就比较气愤。你跟全网是一样的大多数啊，我是大多数人，对大多数。那从此呢，两家就正式的公开成为了仇人了。那这几年呢，双方呢通过了微博、微信、电话互相指责、爆黑料啊，甚至已经进行了攻击。那我呢在网上截取了2段啊，我大概念给你听啊。有一段呢是在2018年的春节，刘鑫呢就发微信给江歌妈说：“阿姨，祝你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财源滚滚。”江妈呢就说：“刘鑫家里失去亲人，要守孝3年，不能庆祝。江哥没有后代，但我呢会为他反腐守孝，向失去最爱的我祝贺新年快乐，财源滚滚。这真的是你的祝福，还是你们全家的传统呢？”那刘鑫呢直接就说：“江秋莲，你失去女儿，所以大年30至少要问候一下。我不说祝你快乐，难道还祝你不快乐吗？我不祝你财源滚滚，难道还祝你人财两空吗？”这个呢之后刘鑫是承认过的啊，在公开场合他承认自己也比较激动。第二个事呢，就是刘鑫在期间还故意给江歌妈妈寄送了鸽子肉还有鸭脖等来刺激江妈。鸽子呢是江歌的小名，鸭脖呢是江歌遇害的时候脖子动脉呢被割破。这个有点过了，我觉得。这个之后呢，我在网上查到了，当时刘鑫说呢，是因为账户交给了一个网友去管理，因为他觉得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有网友愿意帮他管理账户，就交给了他。那这个网友呢，私下寄送了这些东西给江歌的妈妈，并在账户上就是公开去辱骂江妈，他是这么解释的啊。但是不确定，我觉得这是非常假的啊！我也觉得是，应该他干得出来。之后呢，舆论呢，而且愈演愈烈，双方的网友呢也加入进来，双方进行攻击啊、辱骂呀。尤其呢，刘鑫呢曾经带领一批网络的支持者向江妈网暴。刘鑫在采访中呢还公开表示，当年的事发呀是门无法打开，不是自己所着。他还说呢，陈世峰真正想要杀的是江歌，不是自己。为什么呢？他说江歌曾私下以刘鑫怀孕为由勒索陈世峰10万日元啊。事后呢，陈世峰发现被骗，怀恨在心，所以直接谋杀江歌。这个事情呢，后来呢，我专门查阅了一下，这个事情是来源于哪儿呢？是日本警方当天审理开庭的时候，陈世峰当时非常狡猾，他为了减刑啊，就编造了勒索10万元的这个故事。而且呢，这件事呢，在当天开庭的时候已经被日本检方当场呢揭露驳斥，因为它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同时呢也没有任何证据、人证、物证证明此事存在过。而且呢，以陈世峰当时在日本他的经济情况非常差，打工不顺利，包括欠了很多债，曾经还一度让刘鑫跟他一起支付房租，所以呢以他的情况也不太容易能够拿出这笔钱。但是呢，就这种情况来讲，网络上还是有很多人相信。在2018年，微博呢官方呢就发布了公告，因刘鑫账户存在用私信、点赞等形式消费攻击被害人家属行为，所以正式关闭刘鑫的微博账户。之后呢，江秋莲在2019年10月正式以生命权纠纷起诉刘鑫。2020年的6月，山东青岛呢城阳区法院开庭审理，并从日本调取了当年的所有案件的材料证据进行了审理。2年之后，在2022年的1月做出了一审判决。被告刘暖熙原名刘鑫，赔偿原告江秋莲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69.6万。判决的依据呢为刘鑫作为风险引入者和被救助者，未履行对救助者江歌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对江歌遇害存在明显过错行为，与江歌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刘鑫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判决之后呢，刘鑫不服，提出上诉。在2022年的12月底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2023年的1月，就是今年的年初，刘鑫呢反手一顿骚操作，对判决赔偿款呢发起了网络募捐
随后呢，这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随后呢，微博呢就关闭了其账户，并永久禁言。2023年的1月16日呢，刘鑫呢拒付赔偿，被法院限制消费，真正的变成了老赖。在这个期间呢，也有刘鑫的同村人爆料，他家其实并不缺钱。2023年的1月20号，江妈收到了刘鑫案的首笔法院强制执行款5.05万元。这个就是事情的整个经过，一直到今天，网上都有各种的争论和探讨。我相信之后这个事情还是不断的会继续发酵的。那也就是说，他把自己身上的财产都转移了，他肯定不可能这些钱。我觉得他也没有什么财产吧，一个留学生回来也一直因为这件事没有工作。因为我不太懂，就比如说宣判他去赔偿这个，那他父母的产啊，这个财产这个归在这里，应该还不会。之前有一个王思聪王思聪成了老赖有一段时间，那也不可能去判王健林的这个。就是各是各的。对，但是他有收入的，他也接受过很多，刚才我讲到，接受过很多的大笔的那个叫打赏。他如果把钱转走，那肯定的，他账户里没有钱嘛。就是开头讲的嘛，这个70万元，我是觉得不太容易。刚才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你是认为刘鑫也是大概率不会支付这笔钱？我觉得他跟就是江哥妈，他们现在这种矛盾已经激化到一个顶峰了，这种情况肯定是也是带有恨的吧。我觉得这种情况他更多的就是说不会支付。我认为呢，刘鑫呢大概率呢是不会主动支付这笔钱的啊。为什么呢？第一呢，我觉得呢，以他现在的情况，他就算支付了这笔钱，他也不会改变他自己的人生。他的人生呢，已经没有什么可再失去的了。所以呢，从法律上来讲，他的违约成本是极低的。如果他支付了这笔钱，他的人生呢只会更差钱，钱没了呢，还可能继续会遭到网暴，这个说不好的。我觉得他作为一个现在成年人也会去权衡这样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权衡的思路啊。第二呢，我认为呢，从刘鑫的内心啊，他觉得这钱我不应该给，我不值得，我没有责任。我认为他内心都这么想的。我认为也是。同时呢，这个事情走到了现在这步，我觉得他呢是非常仇恨江哥妈妈的，而且我觉得他应该甚至会仇恨江哥。为什么呢？因为呢，在他的逻辑啊，他可能认为江哥如果当时不激怒陈世峰的话，可能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个人猜测啊，我个人猜测。最后一个呢，我认为呢，就是他经济上，刚才我们讲的，他经济上比较困难。如果即便刘鑫愿意支付，我觉得他父母也不会支付的。我听过这录音，我能感觉他父母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基本上跟他是一样的人。其次呢，就是他之间呢有这个网络打赏的这些钱啊，挣过一些钱，但是我觉得70万这个额度对于他们家来讲的话，我觉得如果不是全部，那也是一个不小的一笔数目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刘鑫不会主动去支付这笔钱的啊，即便有啊，有可能没有就不用说了。最多呢，他会比如他受到了这种压力，迫于舆论的压力，他就会解释自己没有钱啊，没有收入啊，确实支付不了。他会怎么样呢？他会进行分期支付。第一笔款项呢是5万强制执行的，之后呢他可能意思，可能给个1万、几千、几百，我觉得有可能存在啊。如果他支付也是这么支付的，但是不可能把全部70万完全支付完毕的。这个当中呢，主动付钱，我觉得也是存在的。这种可能性，但是呢，这种可能性非常的小。第一种呢，就是说，如果这个网络能给刘鑫带来更巨大的收益，因为这些年他一直受到网络的关注，所以呢，如果之后还会存在这种现象的话，刘鑫通过网络暴富，相对来讲他不在乎这点钱了，他可能会支付啊，他为了改变人设，他可能会支付，但是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啊，因为从整个网络舆论来讲的话，他现在已经是属于被封杀的阶段，我不认为他很快的能解封。第二种情况呢，如果江妈以死相逼的话，就是如果你不支付，我就给你同归于尽啊。比如我打个比方啊，那这种情况，如果刘鑫真的害怕了，他也有可能支付，想各种办法，但这种可能性也很小。为什么呢？因为江哥妈不会那么做。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呢，江哥妈，我个人认为他走到现在已经不是全为了钱了，而且这其实上我个人觉得也弥补不了江哥的这个死。我个人认为江哥妈会非常好好的活着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陈世峰还没有出狱，陈世峰在出狱之后回国，江哥妈一定会继续申请啊去判陈世峰死刑的，因为中国和日本的法律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一定会等到那个时候的。陈世峰判了20年，应该还有10几年的时间。那他就是拿他这辈子跟这个事件抗衡。还真是个惨剧的那种。所以从我来讲的话，我呢当然是更支持江歌妈妈这边的啊。双方但是我觉得双方也都可以理解啊，并不是不能理解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学生嘛，孩子嘛，他没有那么多的意识，也想象不到这种事件能发生在身边。他之后处理不好也很正常，他现在的一个处境和结果也配得上他的行为。我指的就是说，刘鑫是不好，刘鑫在道德层面，那就这人就完了，这是一个完人，对吧？啊，但是从法律层面来讲，真正的法律层面，他应不应该，你可以真假都在，大家自己去判断。但如果一个社会只有一种人，那就完了。对啊，他就直接刘鑫就被定在耻辱柱，是他挺耻辱的，但是现在已经他被动的被定在耻辱柱上了，他没有任何狡辩能力了，何况他还不是杀人犯。还有就是，如果没有网络，我这么讲，如果没有网络这么多的宣传，这么高的关注度的话，如果同时发生一起案件，法院他会怎么判？我不知道。虽然很多人支持江歌妈，有很多人不支持刘鑫，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给各方一个发声的渠道的。这个社会更重要的事儿呢，我认为是辨明是非啊，并不是维稳。一起案件，因为一个陈世峰杀人案件，整个3个家庭破碎，对吧？导致后续发生了这么多事件的发酵，它已经不是一个案件问题了，它是一个社会问题了啊！这里面体现了很多，包括我不认为支持江妈都是对的，我也不认为支持刘鑫都是错的。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很多人的这种心态价值观。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录到这里，好吗？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录到这里，谢谢大家。